最近刷到了一个易烊千玺北京演唱会的半拍视频，里面的种种怪异场景让我有些背脊发凉之感。作为一个命理师，出于职业敏感，特意去查阅了相关资料，研究了这场主题为雀穴的易烊千玺2025演唱会，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这场演唱会的种种诡异之处都指向一个真相，这是一场窃取现场近万粉丝运势的邪恶仪式。下面让我深度剖析借运法事是如何运作的。我将整场法事解构为4个核心环节：立坛、聚气、转业与归藏。第一部分，立坛，雀穴之名与舞台布景。雀穴官方解释为身由泥塑，行经火定，千度瑶心，炼泥成形。这本身就描述了一个质变的过程，是典型的炼金术士叙事，将凡俗的泥土通过火炼转化为非凡之物，这为整个仪式奠定了转化的基调。舞台背景，舞台两侧巨大的山石造型，在八卦中对应艮卦，艮为止，为山，为止境。这在仪式中起到了结界的作用，意在防止能量外泄，并将整个场域的气场稳定下来，使其成为一个封闭的能量容器。中央高台自然就是仪式的核心祭坛。泥土它是连接信众的个人媒介，我们看到官方要求粉丝必须携带自然来源的土，而且仅限持票观众，不接受邮寄。从仪式角度看，这要求极其严苛，而且目的性明确。它的作用分析，土是承载个人信息的最佳媒介之一，尤其是一个人故乡的水土，蕴含着其先祖、家庭以及个人的根气与命运基石。他们要求粉丝亲手带来，保证了这份气的纯粹与直连。上万份来自不同地方、承载着不同命运气息的泥土，共同构成了仪式的基石阵，将所有观众的个人气场与主祭坛连接起来。第二个环节，聚气引导汇集能量。在祭坛与媒介就位以后，下一步就是激活能量场，将所有能量汇集到祭坛中心。开场仪式，黑衣人与红袍祭司，我们看到一群黑衣舞者进行类似祈祷的舞蹈，这是仪式的助祭或者护法。他们通过统一的有规律的舞蹈，首先启动并搅动了现场的能量。身着祭司红袍的主角从中心升起，红色在仪式中代表生命、力量与火，标志着仪式核心的正式启动。激活荧光棒与纸船，近万粉丝手中挥舞的荧光棒，在视觉上形成了光的海洋。从能量层面上看，这是粉丝精神力的外化。光是一种高频能量，这种整齐划一的挥舞会将粉丝们激动、崇拜的情绪能量高度放大，并同频共振。而纸船在许多文化中，船是渡灵、承载愿望或者送走灾祸的工具。比如说日本的阴灵流，粉丝折叠纸船，可能是在不知情中将自己的愿望或者一部分气寄托于其上，成为一个可被收集的能量载体。第三个环节，转业，仪式的核心目的，灾祸转移与气运吸收，这是整场法事最核心、最诡秘的环节。其目的可能只有2个层面：一是转移自身的灾祸与业力，二是吸收他人的好运。拟人替身，萨满教的替身仪式，萨满教中存在制作替身偶来承载疾病与灾祸的仪式。这个替身偶通常在仪式结束后被焚烧、深埋或者遗弃，象征着带走灾厄。VCR 中的互动，演唱会的 VCR 中，诡异的泥人与主角共舞互动，这在仪式中象征的意义是将自身的业，包括疾病、灾祸、霉运等等，转移到这个泥人身上，通过共舞等亲密接触，建立两者间能量连接，为业力的转移创造了通道。符咒与献祭，泥人脸上的符咒，在表演高潮时，背后的大屏幕的泥人脸上出现了符咒文字，这可以被解读为仪式的关键步骤，即敕令通过符咒的力量，将收集来的灾祸与业力封印在泥人这个替身体内。谁是祭品？任何仪式都需要能量来源及祭品。在这个逻辑中，粉丝贡献的情绪能量，通过泥土连接的根气以及寄托在纸船上的愿力，共同成为了滋养仪式并用以交换的祭品。主角通过献祭粉丝的部分好运，来完成自身灾祸与泥人的置换。第4个环节，归藏，回收媒介，完成闭环。在仪式结束后，必须妥善的处理所有媒介，以确保能量不会失控，并完成最后的吸收。回收泥人与纸船，我们看到在散场时专门设置了回收处，收集粉丝的泥土和纸船，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收尾步骤。作用分析，这些承载了粉丝个人信息的泥土，在经过了整个仪式的加持或者说是榨取之后，它需要被集中处理。主办方可以通过后续的专门仪式，将这些泥土中蕴含的好运与气进行最终的提炼和吸收，同时切断与粉丝的直接联系，避免后续的因果纠缠。而纸船则可能被集中的焚化，象征着将粉丝的愿力送达，从而完成这场能量交换的支付环节。第5，补充说明：一、祭坛，在任何的仪式中，祭坛都是核心，它是能量的交换点，是连接凡人与另一维度，无论是神明、祖先还是其他神明力量的圣坛。将演唱会舞台设计成祭坛的样式，从玄学角度看，其意图就是将整个会场转化为一个巨大的仪式空间，近万观众的欢呼、情绪和精神力量都会被这个祭坛所聚焦和吸收。2、萨满舞蹈，开场表演的舞蹈疑似萨满教的祭司的舞蹈动作。萨满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信仰体系之一，其仪式的核心就是通过特定的舞蹈、鼓声和吟唱，让萨满本人的灵魂出窍及进入出神状态，从而与神灵或者自然之力沟通。这种舞蹈并非是为了美观，而是一种密码。每一个特定的动作都在模仿或者召唤某种力量，通过剧烈的旋转、跳跃，模仿动物的姿态，萨满能够搅动、引导现场的能量流。在万人的场域中，这种精心编排的萨满之舞，其引导能量的效率会呈几何级数增长。3、眼睛，眼睛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符号之一，它象征着凝视，可以是神的凝视，比如说赫鲁斯之眼、上帝之眼等等，也可以是深渊的凝视，或者是某种监视与控制的力量。在这个仪式中，我们看到大量的眼睛符号，它可以起到锁定和见证的作用，又
保仪式能量的流向被精准的导向目标，同时也防止其他无关的灵体干扰。第4，垒石头。易烊千玺经常在直播时垒石头，而且竟然有上千万人在线观看，这简直是匪夷所思。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中，垒石头都具有神圣的意义，它可以是路标，也可以是墓碑，也可以是一种许愿和建立能量连接的方式。每一次垒石头都是一次小型的祈祷或者仪式，是将自己的意念注入到大地这个媒介中。如果它与某种力量签订了契约，以换取名望、运气，那么垒石头可能就是契约中规定他必须履行的义务或者献祭。这是一种维持契约有效性的行为，所以即使不情愿也必须去做。现在我们可以进行完整的脉络推论，这场演唱会法事它的完整逻辑链条可能是将以上各种元素串联起来，综合所有分析，一个令人不安的逻辑闭环就可能形成了。个人仪式通过平时反复的垒石头等小型仪式维持与某种力量的契约或者连接，另一方面通过大型的仪式在演唱会上搭建一个巨大的祭坛，通过萨满式的舞蹈和符号将数万粉丝的崇拜、情感和精神能量汇集起来。能量转化，利用这个能量场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借运或者转运的仪式，将粉丝的气运导向自己，以巩固或者提升自身的运势，并偿还契约的代价。最终的推论，这场充满诡异元素的演唱会是以确学之名，勤炼化之势，现场筑起亘山结界为坛，让万名信众征集其根气，也就是家乡泥土为正基，开场以萨满之舞聚拢信众的崇拜之情与精神能量，再以泥人为替身，通过 VCR 中的共舞互动，将主角自身的灾厄业力转移其上。在高潮之时，以万众愿力为基品，通过巨幅符咒敕令，让业力彻底的封印于泥人。最后回收所有信众的根气媒介，也就是泥土，进行最终的提纯与吸收，从而完成一场规模宏大的、流程严谨的嫁接灾祸、窃取气运的邪恶叙事。谢谢大家。